但我发现我对这种旅行的自由跟这种空手可以去探索世界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就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放弃了，10年后可能会有一家公司实现，那我到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所以我就算了一下，我至少要做一个100万年收的工作。如果我以后要继续做，我要认识有钱人，就是我要认识这种金主爸爸、投资人，愿意投资我的梦想，有钱人、业务工作、广告公司。然后我就找了以后就发现，就是卖房子。因为我在疫情前，我觉得这些都是身不由己。但是我也有很多旅游业的朋友前辈，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他们转国旅啊，他们换业务啊，所以我发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力受限，所以导致公司必须要先暂停。什么节目都要开始了，你还没有按赞、订阅、分享吗？赶快按下去！欢迎大家来到说真的之语，大家好，我是彭志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想象说，如果你今天出国玩的时候，可以不拉行李有多好，然后有人可以直接把你的行李送到饭店、送到机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梦幻级的享受。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圆梦者带来现场，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历程。让我们欢迎行李特工的创办人 Lance 林志光，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Lance。你的声音很有磁性跟你蛮像的吧？我觉得我略逊一筹。不过我每次看到你，我都有一种，你有看过影后吗？没有影后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句话叫做"是我先看到他的"。OK， 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先采访了你们家，然后之后只要你们家每次有新闻或是有什么新的动态，我真心都很为你们感到开心。一方面这是我采访过的故事，二方面我觉得你们能活过疫情实在太了不起了。谢谢这么害羞，好啦，你先讲一下行李特工到底在做什么业务好了。那行李特工的话，主要是在全球200多个城市，然后帮你把行李先送到机场、饭店或民宿。所以过去我们下飞机可能就是要拖着行李去饭店放行李，是。那没有办法直接开始我们的行程。那退房后，可能我们想去购物啊，吃点东西，然后把握最后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有行李，你就必须要去找置物柜。所以我们主要在解决的就是针对这种第一天啊，最后一天，你还有半天的时间，或者说中间有换饭店的情况，那让客人可以有这完整的时间，可以去安排更多的行程。对，听说你们做到现在一件行李都没有搞丢过，真的假的？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追求，因为旅客是把他最重要的东西，就行李，这是很私人的东西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整个环节上，其实我们比客人还要紧张。就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在一开始在各个城市用我们服务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广州，然后我订了以后，我就假装我看不到后面所有的流程，然后我就开始紧张。我明明就看得到，我就知道他分配给谁啊什么，但我就是故意都不去看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明天真的会有司机来我的饭店取吗？对。那到了这个广州北站我忘记北站的南站以后，我要去哪里取我的行李？我就开始脑袋有一堆这样的念头，所以我就联络了我们的客服，然后就问他说：“那明天已经有司机确定会来取嘛？等等等等。”所以就是站在这个旅客的角度，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就你要确定当天他可以准时帮你送到。客服知道是老板打电话给他吗？他可能不知道吧？对，因为我也没有他也不会觉得是我怎么会去问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对，所以站在旅客的角度，他很紧张。那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当初其实各个城市，那时候我们从台北开始嘛，然后到日本、韩国跟泰国，其实那时候一开始的几件行李我都有去当地，就我就想说，如果出任何问题，我要随时我上，对，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对于司机这个物流，我们都只找物流公司或是这种机场接送的业者，所以就一定是排班的司机跟车辆。那用这些方法去确保这个行李一定不会丢。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做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背地里做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创业呢？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我是那种如果买了一瓶水拿在手上，我要赶快把它喝掉，因为我觉得它很重。那如果我买了一袋东西，我走5分钟我就会想把它丢了。那如果我背一个包包，像在日本啊，在欧洲常常会一走就是5-6个小时，1-2万步。那我背一个包包我都觉得非常痛苦，更不用提就是提着行李箱。所以那时候10几年前的时候，我去矽谷，然后我就想去了解这个世界上创业者就是最集中的这个城市在做什么。结果我发现那边超级不方便的，就是要去任何地方都要坐车，那时候还没有 Uber。搭公车等等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最世界上最先进的地方，但却最不方便。然后我第一次去就很痛苦，结果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多了 Uber 这个服务，所以我就发现那个，因为第一次跟第二次那个整个体验实在差太多。第一次我是不喜欢规划旅行的人，所以我如果我就是到当地，我就去看公车站怎么搭到市区。我是非常随性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在上飞机的时候订今天晚上的饭店，所以我如果没有网络或是他的当地交通真的很糟的话，我会跟没有脚一样。所以第二次我再去矽谷的时候，我发现 Uber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模式，我就在想说，哇，那如果我可以叫一台 Uber 帮我保管我的行李一整天，那我应该会非常开心。是，我就不用再找置物柜回饭店。然后又没有地铁，然后公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那时候其实启发的话，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像 Uber for Luggage 的这样的 idea。先说我那时候觉得，就是想到台北有很多的那种 Wish 计程车，是我就想看到很多新闻，就说这些计程车其实载客率也不高，然后我又想到车子的后面又都是空的，所以我就去桥下找那些在休息的计程车司机。所以你原本想要共享后面的后车厢就对了。对，我想要做一个共享这个 Wish 车队的后车厢，然后来做行李。对，我就想说，那他可以帮我们载行李，然后他又可以顺便载客人，所以就一开始就先去桥下找这些计程车司机，可能问了10个人吧，都没有人要跟我们配合。听起来就很危险啊！就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现在也不觉得我也觉得我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再来就是要怎么跟客人收钱，所以甚至我们想说，可不可以叫客人把钱放在饭店柜台？要是我就不放。对，然后再来是哪些饭店，可以让我们配合去取行李。所以甚至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是从早上9点到12点，我们就安排了台北10家饭店，然后就什么9点第一家可能在台北站天成饭店，然后9点半可能到哪里凯撒还是哪里，然后再来最后到什么信义区 W， 就这样排了，就是每半个小时到一个点，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像公车路线，是，然后的一个传单，就说那我们就每天的9点会在这里然后9点半会在这，所以就是都很土炮了，就是结果就完全没有半个人订，就是这个公车路线的版本完全没有人订。那后来就在西门町租了店面，然后他也就是在那个街区外围，因为只有那边的租金我们负担得起。结果我就跟我的那时候的另外2位合伙人，我们就每天在那边早上排班，然后排到晚上，忘记好像排2-3班吧。然后就大家都坐在那柜台，不知道要干嘛。那你什么时候真的笃定说好，我这个创业的项目会中有中？那个时刻是什么？一开始反正我们租了那个店面，然后过了半年，大概不到10件行李吧，然后有一半以上还是房东介绍的。一个转机是我们收到一封信，是大陆上海的那个携程，就 Ctrip 就寄信说，他们对这个服务有兴趣。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携程很大看到台北，可能我们在网络上有 po 到一些讯息，被他们搜寻到了。在台北等不到客人，因为客人不会是台湾人，可能在香港啊、韩国啊。哪里的，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去做台湾人会去的。我们那一次的转机，就是我们跟携程说，我们日韩泰跟台北可以一起做。然后我就跟他说9月1号会上线，是。然后结果我8月15都还找不到司机，
所以你就自己跳下去日本开车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我就说找不到我不回来，我就租了1个月的车子，然后我就说我就去试，然后我那时候也不会讲日文，真的就这么讲了以后就赌这一把嘛，结果携程就真的来了日本的订单，不多，但是我就去在日本做了第一单，然后去饭店，然后就跟他指着那个行李，他就一直在那边，他也不会讲英文，我那时候才发现日本的饭店不会讲英文，这个有点夸张哦，真的就是以前我会觉得饭店应该都会讲英文吧，因为感觉最基本的应该要会，搞不好他其实是会，可是他不好意思讲，因为疫情以前的时候，他们都是日本的服务生，他们真的不会讲英文哦。那疫情以后，他们就是多了很多外国的服务生，那才开始会讲英文，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讲英文他听不懂，然后我要拿行李，他就一直不敢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说客人在机场了，就是这他的照片啊，然后他的行李啊，然后他的授权书什么的。就是这也是跟我们的 SOP 有关啦，就是我们会取得客人的授权啊，等等寄存的照片、行李的照片等等。那就是一开始的几单都是用这种方式，然后也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反正就硬上，对，所以一开始的日韩泰跟台北是我们第一步去测试。这整个模式，那也算是一个转机吧。因为开始了这个模式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累积了一些第一批的用户。我觉得这个用户应该用了都会屌上，因为由奢入俭难。当你享受过不用拉行李，然后去机场，然后不用拖行李去饭店的时候，那应该是感觉还蛮不错。但我很好奇哦，当中这个流程里面，你都不担心别人在行李里面放毒品、放有的没有的东西吗？其实这些在我们创业初期，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甚至所有人也会问的问题。但是自从我们找到了，就是因为现在已经第10年了嘛，所以我们跟全世界的物流公司啊、接送业者，其实也都建立很好的信任。所以基本上照着国内物流的这个流程，因为也没有要上飞机，所以就照着当地物流的法规去走。就是走同一套的就对了，走同一套，所以那就有点像你从台北寄到高雄，那当地法规怎么规定，那当地的这个物流公司怎么收，我们就照那个流程去收。所以就是透过这种合作伙伴的筛选，我们不会去找个体户，我们一定是找这种营业的物流。了解。对，可是营业的物流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准时准点的派送。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接当地的电商，24小时到货这种，所以我们最大的难度是让这些物流的闲置的时间跟空间愿意来帮我们做这个生意。对，所以一开始就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让他们对这个市场有信心，然后实际就是给到订单，然后测试流程。对，你刚才说做了这个服务10年，这个公司是10年了，当中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疫情。我印象中，我疫情发生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在主播台上，然后我播着那条稿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懵。我说的那个懵是，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因为你知道，时不时从 SARS 之后，时不时常常都会有什么莫名病菌来袭呀，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过了，可是那时候当那个武汉封的时候，我真的有吓到，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你还记得？因为我相信这件事对你们来说影响非常大。你记得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在干嘛的反应是什么？因为那时候2020的就有2件大事是我们非常想把握的，一个是杜拜的世博会，一个是东京的奥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有一批人是搬到杜拜，特地搬到杜拜，在那边已经也运行了3个月，然后也跟阿联酋跟杜拜机场也都就是谈合作。然后也因此开了中东100多个城市，所以就是花了很大的成本。结果就声势大好的时候，对，然后再来是因为奥运嘛，所以那时候东京都请不到司机，就是我们知道大概暑假的时候就会没有人帮我们送行李，那时候所有的物流都在抢司机，所以我们就做了12月多就评估，然后1月就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自己 hire 司机。
所以我们就在日本在1月请了40个。哇，这都是钱呢！就在北海道、东京、大阪，然后还有好像福冈，对，冲绳还福冈，有点忘了。然后反正就是1月多，大概找了差不多20-30个的时候，然后2月底就封城了。然后就这些司机都是要签3个月到半年的，所以听说你要把那3个月、半年的钱，还是要照样付给他？对。就是一开始的那一批是要给他的，后面没有谈的就暂停，所以就那一次就是1个月之间，因为1月做嘛，然后2月忘记好像是18号就宣布封城。哇，你的日子记得真仔细，我都忘了要去查，忘记有点忘记。然后后来我们就观察到，客人跑到欧洲去了，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欧洲趁这个机会可以来抢一波，才来做一波，就是因为以往都集中在亚洲用嘛，那这一次大家亚洲封城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伦敦啊、巴黎啊，然后也往我们国际化的这个脚步迈向一步，也合理。因为对，去欧洲你要拖行李箱，真的太烦了，它的那个木板地。对，所以就大概有2个月，我们就观察到订单就往欧洲去，然后跟我们想要世界化这个就是符合，所以我们也有一点点觉得说，可能是一个机会。是，就好像不到2个月吧，欧洲也封城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加州的订单变多了。然后为什么这时候加州的订单变多了？因为那时候美国是最后封城的。所以当欧洲各个国家都封锁国的时候，这些客人就去美国，所以那时候就加州的订单反而变多。所以你本来以为好，杜拜跟东京的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欧洲可以来补，然后欧洲没有的办法的话，加州去补，就最后通通都落空。结果最后美国也封锁了。所以我们就完全那时候是没有任何国际的旅客的，所以就是订单大概到5-6月份就全部都消化完毕，就归零。你有万念俱灰吗？那时候？没有万念俱灰，因为在那当下，其实你的肾上腺素就是激发嘛，所以就是你就在想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就是把能够停掉的所有的支出都先砍掉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大概已经差不多50个人左右了，然后就砍到剩10个，然后到年终的时候就剩我一个，对，就剩我们3个合伙人，对，对，就是加剩下的所有全部都砍掉，算是算是蛮快的动作了。砍人的感觉是什么？应该说那个时机下面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这件事不是只有影响到旅游业，对，其实对所有的行业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包含像实体的餐厅啊、零售啊、服饰啊，所有东西都受影响嘛。所以这时候大家也能理解，但是当然你心里不好受，但那当下你没有办法选没有办法顾虑这么多，因为整家公司已经都不存在了。你有纠结很久吗？你是理性派还是感性派的人？看情况我在面对这种高压或是急速需要做决策的时候，我是蛮冷静的，就是我会偏理性，是对。但是如果说当我面对大家面对面的时候，我又会偏感性。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很难。好，我理智上知道这应该要做，对，砍人这件事情，对。可是我可能感性上我会做不下去。那我的做法就是说，我很坦诚告诉他，就是我们剩多少钱，所以在1个月后就发不出来了，就是当然会提前1-2个月讲，是对，不会说今天讲，明天就让大家就解散这样，所以就只能坦诚啊，因为在那当下，就是坦诚是最好的办法嘛，你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让大家知道，然后大家才有时间去应变。对，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至少1-2个月前知道，因为有时候员工在那边猜说，这个公司还能不能活，或者说大家都知道旅游业完全中断的时候，对，那种猜疑，然后跟那种怀疑，甚至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是蛮紧张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算是的确一开始会有点痛，但至少你知道说，好，我有这个理由，或是有这个转机，我可以往下一步走。请这些员工离开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这公司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你做了什么？我那时候
因为我算了一下，我如果要让这个公司所有的银行账户，然后所有的什么系统都继续维持的话，我一个月至少要再付4万块，投入到这公司里。对，所以我就算了一下，我至少要做一个100万年收的工作。大家那时候就是回顾那个 SARS， 就觉得都3个月反弹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撑半年。结果撑半年以后，完全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工作，我就去找了代销公司，因为我就是看我要做到这个薪水，我只能做业务，而且你反正就是做业务起家的啊。对，做这个心理特工的时候，我的广告很弱，就是我很会做这种资源的整合，但是我们的广告就是超丑的，然后客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完全是用一个很土炮的方式在做，所以我就说，那我要找一家广告公司，然后再来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以后要继续做，我要认识有钱人，就是我要认识这种金主爸爸、投资人，愿意投资我的梦想。所以我就想了有钱人、业务工作、广告公司，然后我就找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就是卖房子、卖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公司，因为它叫广告公司嘛，我那时候其实也分不清楚。什么永庆房屋跟代销之间，那时候也分不清楚什么是房仲，什么是代销。当然是代销啊，对，因为它就是多了一个广告的成分嘛，所以我就进去，然后结果就做了快3年，算是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这整件事情我每天都会记得。你有算馒头那个感觉吗？你每个月就是还是要付这么多钱啊，所以每个月那4万块就提醒你说这个东西还在。对，就是公司就是他可能过几个月就是会跟你说，这个年度的规费要缴咯。然后这个系统它那个系统费，就如果你不缴，你以前上面的什么 Slack 啊，然后还有什么云端那些东西都不见，它就会归零。那我也不知道我每个月在缴这个在缴什么，因为就是它遥遥无期，但我就是一直扣。真正撑到3年以后，我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想过这家公司的事情，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我要先打个岔，你房子是卖得很好，业绩很好吗？还好，就是勉强度过，勉强。对，就是我以为你已经你知道投入卖房子的世界里面了。那时候已经做得非常深入了，因为毕竟要迈入3年嘛，大概整整快3年，所以其实也整个心思已经都在房地产里。是，对。但我就是持续的去觉得这件事还有机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旅游开始恢复，就是开始有人开始出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一些 request 以后，记得大概是9月吧，9月年底9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就在接这些生意，然后再去联络当初的这些司机，再开始。然后找我之前合作过的伙伴，就重新就是又从我一个人，然后再加另外一个人，从2个人开始。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耶，但我很好奇是，每个月都要缴4万块，然后就算你想忘，他每个月都会来提醒你。你那时候怎么撑的？就是你怎么没有想要放弃呢？放弃不是比较简单吗？在那之前，我有一些投资人，然后我觉得说我对他们是有责任的。OK， 对我不就是我希望我是个可以守承诺的人。然后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不希望他们投了以后这件事打水漂。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还是我最优先。就我没有遇到其他我更想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会有很多的机会，卖房子也是机会。然后有很多的创业的机会，像是什么再去当个房东啊，也是相关啊什么。但我发现我对这种旅行的自由跟这种空手可以去探索世界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就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放弃了，10年后可能会有一家公司实现，那我到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就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如果10年后有这家公司，那必须是我做的。就是如果我放弃了，然后10年后有人实现，我会觉得非常难过。就大概是这样一点点动力吧，支持我。你觉得疫情之后你有变强吗？就是卖完房子回来，然后学完广告回来，你觉得你有变更屌吗？我觉得有啊，因为那3年其实很痛苦。
就是很像在坐牢，财务上很紧绷，然后心理上也很紧绷。虽然说我在代销公司就是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有遇到很多很棒的人，然后但是心理上其实是非常压抑的，因为疫情嘛，然后代销又是一个很高压，就是一个月只休4天。你才休4天，就大部分这个业界的那时候房子有那么好卖啊？业界常态就是4天嘛，然后每天就是早上9点10点到晚上9点10点，假日可能会更晚，非常忙碌的状态下，然后经济很紧绷的状态下，然后心里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的状态下，就这样，所以那时候就看了非常多的书，那时候就因为很长时间独处嘛，就回到家就是没事做，就开始看 YouTube 啊，然后看书啊等等。所以就会去思考说，那我后来理解就是说，其实这整件事是我造成的，就是说今天在发生疫情的时候，整家公司会没有现金可以继续持续下去，然后我们必须就是所有人都 lay off， 然后也没有其他业务可以支撑，这其实都是我造成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我的认知造成，所以我觉得我理解到2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我的想象到什么程度，这家公司就会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天我在疫情前，我觉得这些都是身不由己。但是我也有很多旅游业的朋友前辈，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他们转国旅啊，他们换业务啊，他们也还是支撑下去。所以我发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力受限，所以导致公司必须要先暂停。那第二个，我的理解是说，就是做生意一定要能够赚钱，那我疫情前就是因为募资，所以那时候疫情前很喜欢用补贴换市场，然后又面对到一些国际上的竞争，各个国家的竞争，所以你就会去用你除了价格以外，你没有其他的差异啊，市场的区隔啊，客群的分别啊，所以你就只能一直去降价。那变成说你做的越多，你也没有因此而赚到你该赚的利润。所以我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疫情后我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我必须每一单都要赚钱。对，所以就是有这2个改变以后，我觉得这是我在回复的那一瞬间，我理解到我有这2个点不一样，就是我自己的能力会影响这公司的天花板，另外一个是我必须要赚钱，我才有办法恢复。对，我不能再靠这种。就是说，觉得说，烧钱烧到一个市占一个量，我才会赚钱，就不行这样，我一定要每一单都赚钱。对，我觉得好厉害哦，但还是要问你，后来有找到那个金主爸爸吗？从这个房地产的事业当中，应该说一路上都有很多贵人啊，就不管是出钱的，还是出力的，或是出资源的，帮我们介绍人啊，这些其实一直都有，就是不只是金钱上的，金钱上当然很重要。但是有更多的是帮我们介绍，不管是物流伙伴啊，还是介绍一些旅行社啊，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些人才有办法恢复，就钱只是其中一部分，当然是非常少的钱啦，因为就是要以一个做运行全世界的这种物流公司来讲，我们是用非常少的钱在做非常多的事情，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各方面的人都看我们疫情后还活着，然后还要继续冲，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对，所以就是他们可能也因此愿意帮助了。对，一开始这个公司是3个人，对，然后一起做的。你觉得3个人创业跟1个人创业有什么不一样吗？3个人创业就是，当初合伙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可是当创造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分工是不均的，就是说大家的能力会随着公司的发展，会慢慢的就是说可能分配上，有些人做客服，有些人做业务，那谁要去做财务，谁要去募资，那谁要去做供应链，谁要去做 BD，就是当一开始公司就是大家就是很小，做的业务也很简单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浮现，但是后来当分工越来越细，速度越来越快，然后越来越需要成果的时候，就是分工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一些我们3个其实都不知道答案的事情。
而且认知也没有到那边，其实讨论是无效讨论。对啊，就是我们3个都没有这些经验啊。我们3个就是因为就是觉得有这个想法想实现，就凑一下钱就开始做。我们也没有旅行社跟物流的经验啊。那我们只能自己跳下去送货，自己跳下去发 email 开发客户，就自己跳下去回客服。除了这样以外，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分工可言。对，所以你说1个人跟3个人的差别，我觉得就是你变得更孤独了，因为你事情没有人可以讲。但是原本之前是讲了也没有答案。哇，这是一个，如果要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2个都很珍惜。对，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所以我觉得都很好。只是我现在更重视，就是我第3件学到的事情，就是我更重视专业人才的意见。我们现在公司有非常多专业的人才，就是 B2B 的航空公司的、饭店的，然后银行的、系统的、财务的，然后等等，就是说资料分析的。就我会去找比我厉害的人合作。对，我以前只考虑我负担得起的人。对，所以如果用成本考量的话，就只能请到就是如果说低中高阶，我可能只能请到，永远都只能请低阶的人，就是最基础的人。因为你用成本去考量。对，因为公司的规模不到，其实你也请不到对应的人才。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对的人他非常贵，甚至薪水都超过我，但是他会让一件事情可以被预测，可以被执行。就3个月内你可以看到结果。可是如果我们找一般的人才，他可能不懂，然后用试的，他可能1年都做不出结果。这个事业是从一开始的梦想开始。对，我觉得你心里一定有一个这个事业的救急体，比如说数码宝贝最后就会变成一个超屌的东西。对，你觉得那个超屌的心力特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你想象，就是你现在去旅游，你会有 Uber，你会有 Airbnb，那我希望第3个就是心理特工。因为一个管你的交通嘛，另外一个管你的行李嘛，然后另外一个管你的住宿嘛。对，大概就是我希望可以做成这样的等级的一个 App， 完全就是不用带任何东西，然后不用动脑就可以完成你的旅游计划的配套。对，就是你订完机票，可能机票就附行李。然后你订饭店的时候，可能你的饭店房间也附行李，就跟饭店有 WiFi， 或是说饭店有这个早餐一样的自然。因为行李本来就是你机票跟住宿中间的那一个唯一，现在旅行中我觉得还没有被妥善解决的。是因为你搭 Uber， 你也是为了放行李。那如果没有行李，你应该是搭 Uber 去你要去的店吧？所以我理想的旅游未来应该是，就是你都不用考虑行李的问题，因为你的行李只会出现在你家里、机场跟饭店这3个点，不会再出现在马路上，不会再出现在那种楼梯啊、找电梯啊，不会出现在什么购物的时候啊。对，就是这些都不存在，这是我想象的一个未来的旅游的世界。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想象，我也很想要试用。但最后我想要请教，就是在这一次的创业的历程当中，你觉得学到最重要的一堂课是什么？我觉得就跟你刚刚上一题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到底初衷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所有的事情，包含像中间经历过3年的停顿，我都是因为我想要实现这件事情，所以才有办法坚持下来。那如果是为了财务上，或是为了一些其他任何目的，跟你想要实现的这个最大的愿景没有关联的话，那你可能任何一个困难都会放弃。对，因为疫情是最大的考验嘛，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往不好的方向走。但是在这过程中，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有各种困难，资金也是会不足，然后供应商也是会出问题，客户也是会谈不下来，那客人这边也是会有抱怨。对，那你价格也是会面对竞争。对，就是所以困难是每天都会有。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可能一天面对到
我们就把它分成什么 S 级的困难好了。是疫情前可能一个 S 级我会忧郁1个礼拜，但是如果现在一天有5个 S 级，我会忧郁3天。就是我可能一早就说什么司机出问题，然后什么可能客服抱怨，然后系统挂掉，然后什么银行可能要 KYC， 不然就要关你账户，一天发生5个，然后我就会先深呼吸一下。我说没事啊，就是反正这种事情已经经历过非常多次，疫情都度过了，这个不算什么。疫情对，但是这种事情还是足以让你非常的痛苦。只是我后来发现这些事情它都是可以解决的，就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在你实现这个目标面前是让你放弃的。对，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就算它看起来天要塌了，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如果我在听到那个事情的当下我就受影响了，那我接下来一整天我没有办法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是改变我听到事情的反应。我就听到以后我就在练习说我不要去有情绪。怎么可能？我不相信。当然有难度，而且看事情嘛，因为你对不同方面的事情一定会有耐受度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如果你这样事情过来以后，我就可以消化的比较快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稳定吧，更好吧。然后不要受这些太多的情绪起伏的影响，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做出更好的决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升级耶。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为了要访问你，我调回当时的袋子看了一下，当时你会觉得很纯真，就是我不会用天真那个字眼，可就是那个纯真是我看得出你很想要把这件事做好。对，可是现在就是真的有一种升级的感觉，这个是不变的。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是不变的。但是我现在有了方法，有了团队，不过不变的是这个初衷跟一直都有很多人帮助了。对，我觉得好的初衷就是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然后现在有了方法了团队，那我觉得他一定可以走得更远。谢谢。那我觉得当初就是你帮我们，就是我们采访的那一次，其实也是我们一个第一次面对大众曝光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好的转捩点，就是现在去回想的话，那也是一个开端。所以也很感谢，就是在7年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真的，那是我的荣幸啦。我说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点子。好，那今天就谢谢你喽。好，谢谢，谢谢。